金字塔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它怎么造出来的，而是如果断粮3天，这座可能多达2万人的工地会发生什么？答案很简单，这片工地会直接变成一座乱葬岗，一片高温、重体力、持续施工的现场，在没有现代物流、没有冷链、没有卡车，却要每天养活上万名工人和配套人员。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那些解释，外星人也好，奴隶也好，金字塔里的那些隐藏空间也好，他们都有个共同的死穴，就是他们得先解释这些人第一天吃什么。但第一天只是开始，难的不是送一次，而是第2天、第3天，这条命脉能不能1天都不断？我们今天先不聊金字塔上的石头，先聊聊真正吓人的部分，那就是金字塔被堆起来之前，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而第一个被打碎的，恰恰是一个很多人都最熟悉的画面，那就是奴隶和皮鞭。在冷酷的物理世界里，人体本质上就是一台碳基内燃机，能量守恒定律是绝对的。胡夫金字塔有大约230万块巨石，平均每块重2.5吨。毕竟要在公元前26世纪，要把这些巨石开采、打磨、拖拽并精准定位，每1秒钟都在压榨这台碳基引擎的极限。一台饥饿、营养不良的内燃机能输出多大的功率呢？答案是，它连维持自身脏器的运转都十分困难，更别提爆发出拖动2.5吨重物的力量。肌肉的每一次收缩都需要消耗3磷酸腺苷，而这只能通过燃烧真实的卡路里来生成。皮鞭可以制造恐惧，但皮鞭无法凭空造出卡路里。所以现代考古学家早就验证了一个冰冷的真相：建造金字塔的根本不是奴隶，他们是一群被高度组织起来的、吃得极好的重体力特种工人。出土的劳工骨骼粗壮的惊人，肌肉附着点极其发达。既然他们是一群全功率运转的超级引擎，那么古埃及的调度官们每天需要往这个沙漠深处的无底洞里倾倒多少燃料呢？让我们拿出现代工程审计的计算器，关于常驻劳工的数量，我们采用历史学界最保守的下限模型，那就是常驻作业人员2万人。一个现代成年男性坐在办公室里，每天消耗大约2000千卡。但是如果你把它扔进气温逼近40度的埃及沙漠，并让他挥舞10几磅重的红铜凿子去开凿花岗岩，这2万名工人每天消耗的能量将直接拉爆到4000千卡以上。2万人乘以4000千卡等于8000万千卡。8000万千卡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天烧掉一座小型城市的全部能量。这根本不是工程，这是一个只要停1天就会开始吃人的系统。如果你听到这里已经觉得有点跟不上了，这很正常，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人类大脑习惯处理的数据量级。但这8000万千卡在古代到底长什么样？首先是提供爆发力的绝对主力碳水。古埃及人的主食是2粒小麦烤制的面包，以及用小麦发酵的啤酒。这种古埃及啤酒更像是一种浓稠的、充满未过滤麦渣的液体面包。它不仅是热量炸弹，发酵所产生的酒精还能杀死河水里的细菌。这个在当时是最安全的补液来源。为了满足2万人的运转，工地旁边的皇家面包房和酿酒厂必须日夜轰鸣。据考古现场估算，这里每天至少需要吞噬掉10吨到15吨的优质小麦，但这还远远不够。为了修复肌肉纤维，劳工们必须摄入大量的动物蛋白。考古学家在吉萨劳工村的遗址深处挖出了堆积如山的动物骨骼，绝大多数是牛骨，而且几乎全是不到2岁、肉质最鲜嫩的青年公牛。每天2万名饥饿的壮汉，哪怕每人只分到一小块肉，整个营地每天也需要屠宰至少20到30头成年公牛，以及上百只羊。每天15吨粮食，几十头活牛，这只是最低的燃料费。如果你觉得一个国家咬咬牙也能承担，那是因为你低估了3维世界里物理距离和高温的残暴。拥有食物是一回事儿，但在公元前2500年，把这几万斤食物完好无损地送到沙漠腹地，是一场足以让现代物流专家都崩溃的灾难。在气温随时逼近40度的埃及沙漠里，时间就是最大的损耗。假设你提前在尼罗河畔杀掉了那30头牛，几千斤的新鲜牛肉在没有任何冷藏设备的露天环境下，几个小时就会急剧滋生致命的肉毒杆菌，并且让肉散发出腐臭。只要这群工人吃下了腐败的肉类，爆发了急性肠胃炎，整座金字塔的进度就会在48小时内瘫痪。古埃及人是怎么解开这个冷链死局的？答案极其暴力，那就是活体运输。他们根本不运死肉，他们运活牛和活羊，把庞大的牛羊群从千里之外的牧场一路驱赶到工地旁边的超级屠宰场，现杀现烤现吃。
用牲畜自带的免疫系统来对抗沙漠里的高温腐败，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但这也立刻衍生出了一个更让人头疼的深层死局，那就是活牛和活羊在沙漠里也是要喝水吃饭的。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活体肉类储备库不被饿死，古埃及必须额外组建一支庞大的后勤队伍。他们每天唯一的任务就是在这片寸草不生的沙漠里运送成吨的牧草来喂养这些即将被吃掉的牲畜。这就好比你开着一辆大卡车去送油，结果半路上你自己就把油耗光了一大半，这就叫极端的运输损耗。不仅是肉，烤15万吨面包需要极其庞大的火力。在缺乏木材的埃及，这意味着每天又需要成百上千头驴子驮着干柴或动物粪便源源不断地送进火炉里。推演到这里，这本国家账簿的复杂程度已经爆炸了，但这依然不是最压抑的。所有的碳水和蛋白质在另一样东西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有一种资源它极其沉重，而且我们每个人每天都绝对不能缺少，那就是水。在烈日暴晒的采石场，一个从事极限重体力劳动的成年男性，每小时通过汗液流失的水分可以高达1到1.5升。如果不及时补水，体温调节中枢就会失灵，最终引发热射病，当场暴毙。为了维持出汗散热的生理循环，一个常驻劳工每天绝对的饮水量，保守估计在10升左右。2万人乘以10升等于20万升，也就是200吨水。这还仅仅是用来喝的，算上揉面团的水、酿啤酒的水、屠宰场清洗的水、喂养牛羊的水，每天必须至少需要300到400吨纯净淡水被精准地注入到这个沙漠大本营里。而水这个东西一刻都不能断，在没有高压水泵、没有水管的年代，这400吨重如泰山的液体是怎么运进去的？答案是只能靠人。假设一个标准水罐装20升水，这40斤的重量在沙漠上是极大的负荷。每天400吨水需要足足2万罐次的纯人力搬运。站在公元前2500年的吉萨高原，你会看到成千上万名挑水工在尼罗河和营地之间来回奔走。这根脆弱的输液管是整个工程的生命线，一旦这条传送带停运半天，整个前线的石头搬运工就会因为重度脱水而大面积倒下。推演到这里，这已经不是一个建筑工程的问题了，而是这个系统能不能正常活下去的问题。当几十吨粮食、几百头活畜、几百吨水死死咬合在一起的时候，吉萨高原变成了一个高度紧绷、一触即溃的工业化生态闭环。在这个闭环里，哪怕出现了一丝误差，后果都是毁灭性的。让我们再做一次底层推演，假设某个月尼罗河的水位下降，导致了运粮船搁浅，供应链断裂了。断供第一天，面包配给减半，劳工们的肌肉失去糖原补充，他们推不动石头，劳作效率断崖式下跌。断供第2天，供水出现缺口，脱水和中暑在采石场蔓延，监工的鞭子不仅无效，反而会激怒处于濒死边缘的壮汉。断供第3天，饥饿突破理智的临界点，2万多名拿着凿子和锤子的肌肉壮汉，一旦兽性压倒理智，流血暴动将不可避免。更恐怖的是静默的死神，2万人产生数10吨的排泄物和厨余垃圾，一旦在高温下发酵，污染了水源，霍乱和痢疾就会像地狱的野火一样横扫营地。不需要战争，只需要断供72小时，法老的超级奇迹就会变成一个死亡之城。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个奇迹每一天都在濒临失败。但是真实的历史中，这种崩溃并没有发生。整个物流供应链在长达10到20年的时间里，就如同精密钟表一般死死咬合。那么到底是谁在绝望的沙漠里稳稳操纵了这套恐怖的系统呢？不是挥舞皮鞭的监工，而是那些拿着芦苇笔飞快计算的古埃及书记官。他们才是这座金字塔真正的高科技芯片。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他们构筑了一套极其严密的数据账本，每个地方要上缴多少小麦，船队何时抵达港口，每个劳工小队每天要消耗多少定额的啤酒，损耗率又是多少。这套依靠纯人力核算的古代大数据系统，其逻辑之严密，足以让今天的跨国企业汗颜。推演到这一步，我们将不可避免地撞上最后一个哲学死局，那就是到底为什么古埃及的法老要冒着拖垮国家经济的风险，去建立这么一套容错率几乎为0的极限供应链？难道他真的只是为了自己的身后世界，才修建了这样一座庞大到几乎失控的金字塔吗？如果我们砸碎玄学的滤镜，戴上宏观经济学的眼镜重新审视，你会发现一个违背直觉却契合社会运行的逻辑真相。每年夏天，尼罗河泛滥，洪水淹没耕地，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整个埃及的农民是无法下地干活的。
在古代农业社会，什么是摧毁政权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是几十万吃饱了饭、拥有强壮体魄却无所事事的青壮年劳动力。闲散是帝国动荡的最终温床。如果任由他们闲置，治安崩溃是数学上的必然。法老胡夫面临的是一个极其棘手的失业救济与社会维稳的命题。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以工代赈，那就是用一个国家级的大基建强行吸收过剩的劳动力。国家不给他们发货币，发的却是最硬的硬通货，那就是管够的面包、杀菌的啤酒，以及平时吃不到的新鲜牛羊肉。这不仅仅是搬石头，这是一把重塑国家形态的手术刀。为了支撑吉萨高原每天的极限后勤消耗，古埃及被迫完成了深度的国家化整合。各自为政的村落现在必须向同一个中心低头，他们统一度量衡，以精确来计算税收；他们统一造船规格，以进行大宗运输；他们建立统一的官僚系统，来跨越上千公里调度全国的卡路里。这是一个反直觉的因果颠倒。不是古埃及这个国家有钱有闲去建造金字塔，而是建造金字塔这个维持极限供应链的过程，真正把古埃及硬生生锻造成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而金字塔就是这套疯狂系统运转了30年后，在沙漠里留下的物理结晶。当我们今天仰望这座原本高达147米的庞大石堆时，我们会惊叹石头的巨大，甚至试图用外星人去填补认知的空白。但在工厂的视角里，我看到的是一套不能出错的系统。也许真正的奇迹从来不是那些石头，而是那本从未写在石头上的账，那就是卡路里、水、时间以及一套不能出错的系统。这里是信息局外人，我不负责给大家提供答案，只是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